公元前238年，风云出动，秦王嬴政的一纸命令彻底改变了中原格局。就在这一年，他亲手铲除了权倾朝野的丞相吕不韦，清除了蛊惑宫廷的长兴侯嫪毐势力，从此不再依赖任何人亲政上位，开始全面布局他心中那个惊世的计划：一统六国，问鼎天下。秦灭六国的战略有两个内容，一是灭诸侯，成帝业，为天下一统。秦王政采纳了为了破六国合政的策略，务爱钱财，惠其豪臣，以乱其谋，从内部分化瓦解敌国。二是继承历代远交近攻政策，确定了先弱后强、先近后远的具体战略步骤。李斯建议先攻韩赵，赵举则韩亡，韩亡则精卫不能独立，精卫不能独立，则是一举而坏韩，不为拔荆。东以弱其燕，这一战略步骤可以概括为三步，即冷落燕齐，稳住楚魏，消灭韩赵，然后各个击破，一统一天下。在这种战略方针指导下，统一战争开始了。公元前230年，秦国吞并了六国中最小的韩国。韩国地处中原，国土面积是六国中最小的，人口也不多，一直处在魏国、齐国、楚国和秦国包围之中，没有发展的空间，国力根本无法和秦国抗衡。因此，秦国首先把目标瞄向了韩国。秦王嬴政派列使腾突袭韩国，很轻松地攻破了韩国都城郑城（今河南新郑）。韩王知道自己无力抵抗，只好选择投降，于是韩国灭亡。秦王嬴政在韩国设立颍川郡，建郡置于阳翟（今河南禹州）。六国之中，韩国最先灭亡。公元前236年，秦国趁赵国与燕国大战，国内空虚之际，分兵两路进攻赵国。名将王翦率一军攻占豫宇、辽阳，将军黄邑、杨端和率一军攻占邺、安阳等9座城邑。公元前234年，黄邑又率军进攻平阳5城，杀死赵将护者，斩首10万，大败赵军，占领城池。公元前233年，黄邑挥军越太行山，占领赤利、宜安两邑（今河北石家庄东南），进攻赵国腹地。赵王急调在北方戍边抵御匈奴的名将李牧，带兵抗秦，在肥（今河北荆州西）大败秦军，黄邑崩还。公元前232年，秦军又分两路进攻邺和南孟，扑吴，亦被李牧军击败，但赵军也损失惨重，只得退守都城邯郸（今河北境内）。此后，秦军经过3年休整。公元前230年，正当秦军消灭韩国时，赵国遇到严重旱灾，国内缺粮，人心浮动。秦国在稳定占领区形势，将韩地改建为颍川郡后，立即转用兵力用于赵国。于公元前229年，派军趁赵国大饥之机，从2个方向对赵国发动进攻。王翦率上地兵，羌会率羌兵出井陉，杨端和率河内兵分由南北夹击邯郸。赵王谦派李牧和司马尚率军抵抗，李牧仍采用筑垒固守，避免仓促决战的方针。秦军屡攻不胜，形成相持。王翦利用赵王谦庸碌无知，其宠臣郭开贪财好利和嫉贤妒能的弱点，使用反间计。赵王谦听信谗言，遂命赵充和严据代替李牧、司马尚为将。李牧拒不受命，被赵王谦杀死。李牧治军有方，爱护部属，在边防与官兵共同生活，战斗多年，颇得士心。被杀后，军心涣散，部队解体。公元前228年3月，王翦军趁势猛攻，一举击败赵军，杀赵充，占东阳、太行山以东。严据拒逃。10月，王翦羌会军攻破邯郸，俘虏赵王谦。赵公子嘉带领征卒数百人逃代，今河北魏县西北，自立为王。但此时赵国已名存实亡。秦国在赵地设置邯郸郡。公元前226年，在灭赵的过程中，秦国大军已兵临燕国边境，燕王喜惶惶不可终日。
眼见秦国少平三晋，就要向自己杀来，却无计可施。燕太子丹最终想出了孤注一掷的暗杀行动，即历史上有名的荆轲刺秦王。时值公元前227年，刺杀行动最终失败，但是秦王政差一点死于荆轲的匕首下。他深恨燕国，立即征兵大举进攻燕国。公元前226年，秦军攻下燕都即今北京市，燕王喜与太子丹逃亡辽东郡。秦将李信率领秦军数千人寻追太子丹至盐水（今辽宁混合）。太子丹因潜伏于水中，幸免于难。后来，燕王喜经过权衡利害关系，派人杀掉太子丹，将其首级献给秦国，想以此求得休战，保住燕国不亡。现在韩国已经纳入秦国的领域，赵国只剩下代城，燕国也只剩下辽东那一小块地方，他们再想重建国家也是不可能的了。秦王嬴政决定先不着急攻打北方的赵国和燕国，而是把南方的魏国和楚国打下来。公元前225年，秦王嬴政派王翦之子王贲出兵关中。王贲没费多少力气，就占领了楚国北部的10几座城，作为攻打魏国的坚固后盾。随后，王贲带领军队从北边进攻魏国都城大梁（今河南开封）。可是大梁的城防建设十分出色，不管怎么打都破坏不了城墙。王贲苦思冥想，终于想了个好办法。他命人从黄河边挖一条沟渠，一直挖到大梁城。黄河水顺着沟渠流到城墙边上，城墙在河水的浸泡下逐渐变得松软起来。过了3个月，城墙的底部被河水侵蚀的经受不住上面的重量，终于倒塌了。大梁瞬间被秦军攻破，魏王甲不得已向秦军投降，成为俘虏，被带到秦国。在攻打魏国的同时，秦王嬴政又派李信带领20万大军去攻打楚国。李信很快把平信请今河南省丘东南打了下来，可是他过分轻敌，后来反而被楚将项燕打得落花流水。李信节节败退，只好匆匆逃回秦国。秦王嬴政很是生气，委派老将王翦出马，让他率领60万大军去征服楚国。这差不多是秦国全国的兵力了。走到天中山（今河南山水西北）的时候，王翦命令军队原地停留，也没有下令打仗，就一直住在这儿。楚将项燕很纳闷，他试探性的发起几次进攻，王翦都不出面迎战，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。就这样过了1年，楚国军队放松了警惕，认为秦军不过是驻扎在这儿，并不是来打仗的。于是项燕就带着军队准备返回都城。王翦看到楚军准备撤退，立刻吩咐秦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攻击。楚军上下都慌了神，他们没料到秦军会来这一招。原来之前都是假象，项燕匆忙之间奋力抵抗，但是秦军个个士气高涨，厮杀着把楚军逼得不停的后退。两军在齐城大战一场，楚军损失了很多兵力。随后王翦又一鼓作气渡过淮河，一直打到寿春。公元前223年，寿春被秦军占领，楚王被俘。项燕带着逃出来的昌平军跑到长江以南的地区，拥护昌平军为新的楚王，打算和秦国顽强抵抗。楚国沦陷后，秦国便在楚国内设立了9将军。王翦决定把楚国剩余的势力一网打尽。他先命人造船，然后训练了一支水军，等船造好后，他就带领水军渡过长江，继续发动进攻，成功的杀死了项燕和昌平军。公元前222年，王翦占领了位于楚国南部的会稽城。秦王嬴政随后在这个地方设立了会稽郡。也是在这一年，王贲率军把辽东打了下来，随后又进攻代城，燕王喜和代王嘉都成了俘虏，被带回秦国。赵国和燕国彻底灭亡。在决定吞并6国之前，秦王嬴政便使计把齐国丞相后胜拉拢到自己身边。
他要齐国归附自己，而且不能接受其他国家的援助请求。后胜于是在齐王耳边一阵嘀咕，齐王想了想，还是按照秦王说的去做了。他认为要保住齐国的唯一途径就是依附秦国，原以为只要事事都对秦王言听计从，就能避免灭国的厄运，哪知道他想错了。等到其他5国都被秦国吞并之后，齐王才恍然大悟，这时的秦国也显露出要吞并齐国的意图。齐王慌忙派军去镇守西边的领域，幻想着也许能抵御住秦国的进攻。突然间，他又想到其他国家都被灭了，找不到一个可以帮助自己的人。这时他才明白秦王的阴狠，不由得后悔万分。公元前221年，秦王嬴政准备攻打齐国，他决定想个好一点的理由作为出师的借口。毕竟之前齐国一直对自己言听计从，很快王贲就带着浩浩荡荡的军队朝齐国开进，指责齐王怠慢秦国来的使臣，随后便开始发动攻击。可怜齐国的军队已经多年没有打过仗，又被眼前秦军的气势一吓，哪还有力气抵抗呢？不出几天，都城临淄就被秦军冲破了，齐王只好投降。齐国灭亡了，秦国经历200余年的努力，到了秦王嬴政这一代，终于实现了中华大地的统一。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，历史将揭开崭新的一页。